我都不怕吃这个有多咸，酱油放好多，好咸，酱油的咸。上面的盐是浅的。那个还没好啊。现在这个，那你吃那个啊？你爱吃那个？这个肯定软。嗯，我爱吃这个。我端。这个忘记放盐了，没有盐味，一股香味。不知道吃啥了，有点烧心。能是啥呢？烧心。你啥也没吃啊？哎，我你啥也没吃啊你？你就吃了个饼干，吃了个枣。你睡觉的时候就吃烧心。睡觉的时候你没吃饼啊？不知道。这肉好肥呀、你看这个肉不咸，太很咸。吃饼干容易烧心。怪不得。他吃的是曲奇。你这几块，你也没吃多少。8、9块吧。有点多。主播吃啥都香。这个，不要，你多吃点。你吃这个，再吃一个，老香了。这个炸鸡皮。我先吃大枣，啥吃的？想想我都起不来。起不来。你平时有的时候6点钟你就5点钟你就起来了。我这样吧。你早点睡。好久没吃蒜苔了，还是这样吃。肉炒蒜苔是我们过年东北会比较爱吃的一个菜。啊？是吗？那我觉得蒜苔就平时就可以吃的，不是？我最爱吃蒜苔炒牛肉。因为我们东北冬天没什么青菜，有也贵。冬天青菜贵。你们的冬天的选的比较少，就一般家庭。你要是有钱的，还是选的多。你们那边冬天应该都是外面运青菜进来的。对啊。
你像我们那儿冬天吃的大螃蟹，全是冻的，那种特别大的螃蟹，全是冻的，没有新鲜的。有可能我没见过，有可能是运过来的。那你们青菜不会比肉贵？对啊，肉便宜。现在人过年都是喜欢吃蔬菜多一点，特别我们东北。我们这边就吃肉。东北冬天要有蘸酱菜的话，这过年家不得了。对啊。放桌上吗？你救了狗粮吃啊？你就着狗粮吃，你不能光吃菜啊，你也要吃你的饭啊。让你吃的肉，好肥。那个刀不好切，切着切着它都歪了。这肉你都吃不了。可以了，吸完味儿了。感觉那么多蒜苔炒出来也没多少，本来也没多少，看着挺多。后来半碗，今天不太饿。中午就吃了急匆匆吃了2碗面。那我吃多少饼干呢？饼干喝水会膨胀。
你去我家怎么那么尴尬呀？你哥哥在尴尬，没跟你哥说过。那就大方的说哥哥好。见你哥，其实第一次见你哥有打过招呼，就是你在睡觉，我跟你妈妈在外面聊天，他那天晚上突然回来，是拿那个这啥也不是你。拿啥来着？我突然记不得了，然后反正打了声招呼，就说说那个时候就是你说你什么我来了，然后是的，我就叫了声哥哥，然后你妈妈就跟他拿不知道什么，然后就匆匆就走了。20多岁大小伙子见人不吱声。那不是人家是 I 人，人家是社恐。跟妈妈说还行，就还好。啥也不是。那不是一回生二回熟吗？把肉吃。好鲜。这个太咸，肉没有味道。不爱吃肉。不想吃了。我切了一块肉，冻了一半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切了一整块，这只是一半。不好吃。切完了，还有一半冻起来了。现在还能吃2道菜呢，4道菜。4道菜。这个吃完它。我们小的时候1道菜，还没有油。这都给你吧，肉吃了，肉甜。不然浪费。豆芽煮完了吗？啊？豆芽煮完了吗？全部。你洗了多少？洗了全部。那我也都煮了全部，还多水。我看我弄的时候感觉挺多的，我以为你会炒一半。豆芽全是水。吃口豆芽。点。狗狗，修哥，这肉都是你的。筷子呢？给它拌一拌，把肉给它藏到那个狗粮里面。后面那个筷子在后面那个。挑吃。筷
看人家这块肉不好。这什么上腿肉？后腿肉。后腿肉应该还行，是上腿，不知道哪个。上腿。它怎么这么前腿肉？这么多脂肪？后腿肉应该脂肪才少。Kiki。这就是你的啊。哎，又是一顿饭。进房间了，自己在这播吧。有点不清晰，这样清晰。哎呀，比以前胖多了。你了解我吗？我以前也不瘦啊。他在做饭，哈哈哈。刚从他直播间来，他在做饭。我跟他在一个空间，他没在做饭。为啥把车卖了？因为酒吧关了，然后最近又要用钱，然后再加上他工作辞了，然后工作辞了之后呢，就是也有这个贷款，其实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就把车卖了。再加上其实当时给他买车，其实就是因为他工作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工作辞了，然后就是现在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把车卖掉了，就省着他还贷款，因为他没工作了，然后他就不用还贷款了，对。耐看行。酒吧生意不是挺好的吗？酒吧生意，你多大年纪啊？你说酒吧生意不是挺好的吗？就是，你们要知道一点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消费都降级，然后，就是根本就不赚钱，就是。怎么去解释呢？就是你不做实体，你根本就不知道，其实大家都不赚钱，就好像就是里边人很多之类的，然后就是赚钱，其实不是，对，他不赚钱，对，每天我看都挺好的，是啊，就不赚钱，他不赚钱。还是图图的时候好看，还是图图的时候好看，什么玩意儿？说啥呢？就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对，对，再加上其实就是
我不做酒吧，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它只是我人生的一个体验和经历，它不是我的，就是它不是我一定要去做的事儿，所以我就在那个就是因为我的房租是签合同是签了3年多，3年半吧，好像是当时签的合同，然后就在合同截止的时候，然后就不做了嘛，就是恰好这个节点嘛，对吧？就业环境差，就业环境差不差？我也应该也差，因为我们就是做法人做那个就是做投资啊也好，包括这个创业也好，其实这样的人会比较少了啊，对，就会比较少了，所以就是你们自然就业也就成问题了，因为私企老板少了，对吧？说明年会好起来，不会，我觉得不会，就是还会消沉2、3年吧。他呢，他在洗碗，这个东西就是没法说，你这个东西，就是可能2、3年，可能经济都是这个状态，可能会越来越差，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好转。卖车是要离开深圳吗？就是我，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卖了其中一辆车，咱们还有，对，还在深圳吗？对啊，还在深圳，还在深圳，对，不用，就是大家，我看评论区里就是怎么样的，就不用那样，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不太好，对，都不太好，对，都不太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消停一点儿，韬光养晦嘛，对吧？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动作，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我的想法，对。对，没钱有没钱的活法，有钱我觉得大家要及时享受嘛，然后没钱了就稍微节俭一点，我觉得这无所谓的，对吧？就是他其实就这么回事嘛，你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烦恼，对吧？不可能一帆风顺，是不是？对，及时止损，是的，就你折腾的少，你花的就少嘛。因为我给大家举例分析，就是你们经常，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网上经常会看到这个酒吧那个酒吧，然后就是特别牛逼呀，然后人特别多呀，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在撑，就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做过酒吧，其实就知道就是它的成本是多少，包括它有什么活动啊，他请的嘉宾呐、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成本。其实它的按照就是无论说你说是圈子里的酒吧还是这个直男的吧，其实都不赚钱你这圈子里的酒吧其实就是就没什么钱，就这个消费人群就没什么钱，对。那你要是那种就是直人的吧，直人的吧现在搞那种活动就特别夸张，几十块钱，然后能喝什么酒，然后还送小吃，几十块钱哦，几十块钱就可以就是在那块玩一晚上。那你说你几十块钱你赚什么钱了，对吧？他5、6个人，然后花了几十块钱，你赚什么钱？你告诉我。对，他其实都不好做，对啊，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们旁边我们之前有一个酒吧，
就我另外一个酒吧嘛，然后它旁边就是有一个职人吧，然后看着就特别好，但是他们就是39.9块，6瓶啤酒加2个小吃。我说那赚什么钱？然后旁边酒吧还有19.9块6瓶送俩小吃，19.9块6瓶啤酒，就我可以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就是一瓶啤酒的这个价格应该是在，就那种小瓶啤酒，就是200-300毫升的那种啊，就那种小啤酒，就这么干的那个小啤酒，96除以就100块钱，大家100块钱除以24等于就4-5块钱嘛啊，那一瓶酒就是4-5块钱啊。一瓶酒是4-5块钱，一瓶酒4-5块钱，然后你6瓶啤酒就是4块钱，24了。你19.9你都是赔钱，对，你19.96瓶啤酒，然后加2个小时，那就是亏钱，在做人气。你要知道，大家其实都知道有羊毛可以薅，你薅时间长了，其实你要是这个低谷期比较短还行，要长的话，我觉得就是就这么是消耗的，对吧？我每次去你酒吧没有低于1500的，我酒吧是算是消费还算不低的，对，因为我们搞活动搞得比较少，因为可能我的消费观念里边就是可能喝酒这块我就不节省，所以就是我看到其他酒吧在那块疯狂搞特价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必要。我哪怕我没钱，就是没客人，我都不想说做低价的那种活动，因为员工也受不了啊。我何必呢？我大不了让员工闲着，我不赚这个钱，我不可能说让员工累得要死，完了还赚不着钱，我没必要。所以就是那种特价的东西，我基本上不做，就不做。但是我们其实3年多呀，我个人会觉得啊，开了3年多，将近4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算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没什么遗憾呢，就赶上这个时间节点就不做喽，对啊，停业了。之后有啥打算？没啥打算，韬光养晦嘛，就没有什么打算。为什么要有打算呢？就韬光养晦就好了。首先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现在不是做事情的一个时间，对，就是他不是现在就不要做任何事情，就是你像我们刚才有一个人说那个你除了酒吧还有其他收入吗？没有，但是还是会有积蓄的，积蓄可能会让我比较宽裕的能过2-3年，对，所以就是不一定要有什么呀，就是干嘛？对，你做按摩吗？我做按摩吗？什么意思？大环境不好，会不会焦虑？记着，咏春那个按摩是吧？我跟你一样是消费者啊，就是对，我对。听图图说，听图图分析，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太焦虑。你焦虑能怎么着？就是我昨天还是今天，我还跟小大夫说呢，我说昨天我们在香港，昨天在香港的时候，然后就说起就是自己就是其实是会
会有一点的慌张，但是呢，其实相反过来，你慌张就是因为你没钱了，没钱，但是没钱反而会让你会觉得时间慢下来了，对，时间慢下来了，时间慢下来，你就有时间去体验生活了，不像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在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赚钱的时候，那我赚钱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我有好多好多钱要赚，就觉得说自己再努力一点，那笔钱我也能赚到，就会这种感觉，所以每天都是会比较发条一样，就是把自己绷得特别紧。现在反而就会觉得说，那我就躺平就好了，我又不是躺不了，我又不是躺不起，就是对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终于有时间，因为你知道一个人他赚钱其实就是为了躺平，那我现在有时间就躺平了，而且我也有能力，稍微有一点点能力去躺平了，那我就躺呗，那我心安理得的去躺呗，对不对？因为现在你不折腾，其实就是在省钱了。所以就是会恐慌，但是就反正我会觉得还好吧，还好啊。对，3个酒吧都不做了吗？我啥时候3个酒吧呀？我什么时候3个酒吧呀？就在你们的嘴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在你们嘴里，我到底是过上了怎样的人生？利用余生去享受生活，不用余生啊，你用不了余生，就是可能这1-2年让你稍微就是有时间不对，接下来可以准备拍戏。我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现在直播间里有130人，我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拍戏啊。就是你们天天在这个评论区里说拍戏、写歌、什么录歌，就你们说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正式回应一下，拍戏是有人投资才能拍，一部戏至少得投个180-10万的才能拍，不是说我拿出来180块钱我就能拍，所以就拍戏是要有投资这件事情，大家能懂吗？就你们在评论区里边轻描淡写的说拍剧、写歌、录歌，这都是需要很高的钱的。就是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对吧？就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说那个就是随便花几千块钱或者说几百块钱就能拍，那怎么可能呢？那怎么可能呢？你这个东西我要怎么跟大家去普及这个事情？就很多人就说那你怎么赚的钱？其实就是因为投资人，比如说一个投资人他投了100万在这个剧里边，我可能会用我的能力去把它就是大概50万我就能解决我50万就能解决。那我拍一部戏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加上后期可能2个月的时间，那我2个月的时间我可能就赚50万。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赚钱的，就是有的人说你拍剧你是卖版权才能赚钱，不是的，你现在没有人去买同性恋剧的版权，他其实就是投资人，就是投资人跟我说图图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拍芝麻的时候，这个投资人说那个图图你拍成什么什么样的风格，大概需要多少钱？当时芝麻一是我找人拉了50万，然后这个大哥说行，但是呢他有一个桥段必须得加进来。我说行，我说什么桥段，或者说你想安排你钦定的演员都可以，我说这个没问题。然后大哥就说不用，他说他没有这个演员要塞进来，他的意思就是说给我加一个就是我跟我前任在一起的一个经历。我说什么经历？就是上厕所怕鬼的一个，就是
就看恐怖片儿，然后不敢上厕所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大概的就聊，知道他这个故事有什么特殊的点。那我就说好，那这个点我给他写一段剧本，我说这样写行不行？这其实就跟那个做广告一样，我说这个剧本这一段的这个小剧本我给他看了，他说行。那好，那我们拍，不行我们就不拍，我们再改。然后就这50万我拿到手了，芝麻我是花了30万，自己剩了20万，就是这些投资人不管这些投资人是不管你就是花了多少钱的，他们就只要看到结果就可以了。对，就是他们就觉得就因为其实拍摄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个标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就你会把这个就大概的这个费用给他们列出来啊，就是包括你说演员多少钱，但是我的演员基本上是没要钱的。对，天使投资人，什么天使投资人，什么乱七八糟。有钱之后怎么钱生钱？我不搞讲座，我也不懂。就我现在其实我会觉得钱生钱这个事情是生多少钱才能够啊，对不对？演员不要钱他们是为了啥？就是时间黑洞呀。时间黑洞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找别人要钱，你是不是得看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你能懂吗？就是时间黑洞。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去找工作，然后你找别人开工资，你说我来应聘这个工作我要多少钱？那你是不是得值这个钱？或者说你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那我的演员都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对，他们都不是专业做这个，不是学这个东西的，对不对？为了出名，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拍我就是我好像那个抖音一直不能让我不说这些东西啊，就是他一直在给我提示，就我还是会觉得说，当你去提要求的时候，你先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值不值，对，别人为什么会选择你所以我的演员没有收过钱，就是我拍戏。不是，我不能说这个词了，就是我拍段子，然后我拍这个，就是我做这些东西，其实拍摄的费用，你比如说摄影师一天大概是几千块钱他要拍几天，然后包括化妆师是多少钱，然后包括小薇过来他是多少钱，然后每天食宿是多少钱？因为演员可能会一大帮人从外地过来，那我给他们安排食宿，比如说酒店一天大概是可能2000块钱、3000，对吧？然后每天吃饭，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我可能在吃饭这一块我是非常讲究的，因为本身大家就是不要钱来我这儿拍戏，然后我又不给人吃好的，那人家可能会觉得就会觉得很辛苦。所以我们在吃饭，无论说是在开机宴还是在杀青宴，包括平时的就是剧组伙食餐，我们其实吃的都蛮贵的。很想知道拍了这么多戏，哪一部最满意？没有满意的，没有满意的，因为一直都觉得说自己在尝试新的东西，不觉得满意，而且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每一次都是因为自己的剪辑出了问题，或者说就是投资不到位，所以就实现不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实现不了。演员都是之前认识吗？店长是之前认识的，之前就是他在北京开了一个串店，然后去认识的，认识以后才拍的剧其他的大多数都是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了之后，我就
基本上我找别人拍戏90%能成吧。对，就是我一般我就是在抖音上我就看哪个人适合演戏，然后就去找他聊。那二虎又是谁呀？咱们先把名字搞清楚，好吧？什么时候拍小木链？得有投资人啊，得有投资人。虎二，不知道谁你在说啥？咱们把名字搞清楚，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二虎虎二什么玩意儿？第一部都是你拉的，之前第一部，我所有的剧都有投资，我所有的剧都有投资。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想跟我谈恋爱然后投的，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就是专门找人投的，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投我剧的人，其实都多多少少是，起码对我有一点点好感，然后又会觉得说，哎，我喜欢的百里屠夫，然后他很上进，然后又做一些圈子里比较正能量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是更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对。欣赏你投资你也不错呀，欣赏你投资你也不错，对，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其实都会跟我说同样一句话，他说百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曾经的我，因为就是他们都是成功人士嘛，对吧？他们成功人士，他们就会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那种敢想敢做，所以。我觉得很多成功的，或者说就是前辈们，其实他们更喜欢那些就是上进的人吧。所以就是我同样的拉赞助，可能我拉的就比较容易，对，对我可能拉赞助这块我拉的比较容易啊。拍电影之前是做什么的呀？然后打算拍电影之前我是做餐饮管理的，就是我做酒店就是饭店的那个大堂经理，什么饭店的店长，就是饭店的那个经理，就是经理，你们能懂吧？就是一个餐厅，然后他大堂经理穿着西装，然后怎么着，然后给别人解决客诉的，然后就是打个折的，什么什么就安排座位的，就是我是那个东西，算个领导，我不是算个领导，我就是领导。我在很多的餐饮管理的时候，虽然说我那个时候才20出头，我在很多家店我就是最大的领导，对，我就是最大的领导啊。虽然我才20多岁那个时候。什么叫领班啊？领班，不跟大家解释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个是每个人认知不一样，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就属于这个店的头头，除了老板之外，这个店我管所有包括什么厨师长什么都得听我的，我是做这个东西的员工培训呐，然后包括就是什么每天就是销售这些东西，反正就抓这些东西，可以理解第一桶金是拍戏 get 到的吗？你怎么理解的呀？我第一桶金肯定就是我工作得到的呀，怎么能是拍戏得到的呢？就是你怎么理解的呢？今年34岁，酒吧为啥关了？把什么车卖了？酒吧就是到期了，酒吧就是到期了，就是你开酒吧，你得租别人的场地，这个场地你当时就像你租房子一样，你可能会有1年的合约、3年的合约、5年的合约，对，对，就是我是3年半的合约。做店长收入高，不高，我们做店长
一个月就是赚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底薪加上那个提成嘛，就是效益奖嘛。我们哎呀不高，一点都不高。当时我20多岁的时候能赚个底薪也就是5000多块钱，然后加上杂七杂八的也就7、8千块钱啊。那个时候的什么餐饮经理啊，就不像传说中的就是工资那么高，就不高。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的话，那个工资已经很高了。对，special social 啊，social 会不会有束缚？没那么自由，不能，时间黑洞说不能想约就约，这个跟你的名气没关系，就是你，就是我觉得大家能少约就少约，这个其实对自己要负责任，这个不是说你什么有名气了就束缚了，这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是你个人的行为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反正我身边是经常会有人出去约，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个生活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一个人他习惯去约的话，我会觉得他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找不到固定的，或者说他没有能力去固定，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非常充实的人的话，你就不会去做那种事情。这个大家能认同吗？我说这个点大家能认同吗？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充实的，他就不会去搞那些事情。比如说什么叫充实？就比如说我有俩对象啊，我养俩对象，就是天天他们就找我花钱。这个大对象天天在家啊，然后二对象没事就出去玩，我没事我就陪二对象。这大对象天天在家，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有二对象，完了我就得防着他，所以这种你就不能约。啊，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事业上非常非常忙，你就没有时间去约。第三点呢，就是你精神世界非常的充实。就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大部分不约的人会有一点点自命清高啊，就大部分不约的人会有一点自命清高，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廉价的去跟别人发生一些东西？能懂吗？就是廉价的去发生这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你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这怎么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但是就那些不约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人生要有规划，我要对自己有束缚，然后我要告诉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是那些不约的人。对，就是不约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那种人他真的对自己人生负责吗？对，精神很饱满，就是他内心世界非常的充实，他知道自己怎么去规划，然后怎么样去取悦自己，对吧？那他就不会去约。但是你看，就是这个圈子啊，就是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人还是在约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现实当中没有人跟他谈恋爱啊。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谈恋爱呢？就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就比如说你平时就是那种就是柔柔弱弱，说话有点的母，好臭，就那种，就可能或者说就是你平时就是那种这个彩妆行业就是那种，小姐你看这样行吗？就可能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会喜欢就是那种阳刚爷们儿的，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你又会觉得你自己就是改变不了自己，然后可能就是一夜春宵就可以了。对，就可能就会有这种现象，或者说有的人就是特别怎么说，有一点点丑
啊，他有一点点丑，或者说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结了婚了，或者说呢，他可能就是深贵，他不能出去怎么样？我就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就是工作就不允许家庭不允许，为什么呢？你看他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医生，然后他每天活在那种父亲母亲的就是监督管理下，他上学上博士，然后就是考 MBA， 然后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紧张，他偶尔他喘过来气，他就出去约一下，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这个带入到生活里边，因为父母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他已经就是他的生活各方面的生活都被父母监控着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多样的，但我觉得就是那些不约的人，你就比如说我不是说在夸自己，我为什么不约？因为我会觉得说，首先我不是怕别人看见我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要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如果我真出去约的话，别人拍了我怎么样的，那我可能会更火，真的是加分呐、咱们就是优点呐、那些就是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咱们一下就火起来了，哎呦，这是加分呐、白里屠夫不光人长得好看，身材也不错，拍戏也挺好的，唱歌有才华，最主要的是，对吧？他其实是加分的。其实我不敢，对我不是说我不敢，我就是觉得这没有什么敢不敢的。我之所以不约，其实就是我的精神世界会比较丰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就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你总想去做那种事情，其实是你的动物本能，不是封建，跟封建什么的，这恰恰不是封建，就是你做那些事情，就是动物本能你就是就是用东北话叫起秧子了。用那个大白话叫发情了，你发情你就想找个怎么发泄一下，这个其实就是动物的一个本质，就是你的本能行为。所以说你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能控制自己，且你有精神思想世界。所以说你要控制不了自己的话，就代表着说你跟动物没什么差别，就是你的发展或者说就是那种开发自己的这个思想境界还比较初期，对吧？那你这些东西你都控制不了的话，你注定你就是会有一天你可能对会发展有局限性。第二点呢，我是会觉得说，就是我不习惯跟陌生人怎么着我不习惯跟陌生人怎么着，因为就是在我的理解里边，我跟别人发生，一定是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的一个程度，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不会对别人有那方面的冲动，就是我不会对陌生人有那方面的冲动，就是怎么理解呢？就是很多人看到帅哥，他会有分泌物，或者说有那种就是兴奋的那种身体行为，我没有，就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更多的是就是我好喜欢他，但是我不会变态到就是马上身体有反应，或者说对着他我要怎么着就是我不会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这种，我没有，就是
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对，就我不能理解，就是说你们看到一个人，然后居然你们有身体生理的反应，我没有。对，我是没有的，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有，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可能就是我跟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冷血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对，有的人是有的，有的人是没有的，就是我没有。对，他摸你没有反应，他摸我当然有了，但是而且就是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更期待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是互相喜欢且两个人说明白了才会就是发生这些东西。我不可能是因为别人一个眼神，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样，我可能会受到伤害，可能会有一些经历受到伤害，所以我不会轻而易举的，就是相信别人，且就是用感性去支配自己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不会，能明白吗？就是就我就很理性。对对，就是我就这么说，就是我看到，就是我，比如说我谈恋爱也是这样，就是我可能跟别人先确定关系，我都没有说达到那种那方面的那种行为的那种嗨点，没有，就是我是跟别人先确定关系，然后再谈恋爱，谈完恋爱以后，然后就是慢慢的。然后会发现他的好，或者说慢慢的会觉得说，哎，彼此是契合的，然后才会发生那些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越发生磨合的越好。我不是那种万能插，就是也不是那种就是充电宝，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即插即用，就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我那可能有这个行为，但我也不觉得我很投入在里边，就他达不到的那个契合点。相反的，就是我会跟一个人，就比如说我跟小大夫，我跟小大夫是在一起半年之后，我们的那方面才会比较契合。对，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是说就我不能懂我不能懂，但我能理解，我不能懂，就是反正我做不到就我做不到，是这样所以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主播就这么说，其实他有一天肯定会被爆出来，他出去怎么样就是不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你就会觉得别人是什么样，因为人都不一样，就是可能会大概的分为几个类型，但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对，就跟你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他这个东西在你的生活占比就不是很高，这个能明白吗？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恋爱很重要性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不重要，能明白吗？因为我觉得其实让我整个人最开心的点其实是经历是会让我更开心，就是内心的成长充实。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没有去香港，然后我去了香港，我当下可能不会说很开心，因为香港我前2天去了嘛，我觉得香港不好玩。但是呢，有一天我会因为我去香港了，我会觉得说我去过，就是这个点我会很开心。能明白吗？就是这个点我会很开心，就是你的成长，而且你会发掘你的成长，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图图类似于赛的，不是，跟这个赛的，我不是类似于赛的，是就是性这个东西，我更习惯是跟恋爱的人，对，跟恋爱的人。来，现在还在问剧的人，你们帮我回复一下
你们帮我回复一下，我不想再回复这个事儿了啊，剧的事儿啊，大家帮我回复一下。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就好比就像这位朋友说，和二哥有过吗？没有。你朋友中像你这样的占多少？我哪样的？我是哪样的？青凉山。别人的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别人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关心不到，对，我关心不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我要知道了，我可能会，对，就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我没认识那么多人，对，可能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别人，对待感情这种理性的态度，我觉得我理性的态度是，我觉得我理性的态度恰恰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开始的太突然了，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是跟了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人，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发生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记得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想，我说这就是这个东西吗？一点都不美好啊！然后就是什么时候结束啊？就是会觉得说啊，他在嗨什么？就是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就是可能第一次它是不美好的，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它就没那么重要。我不懂，反正因为我的初恋也是跟女孩儿，所以就是这男男之间就没有那么就是沉迷，对，因为我初恋就是跟女孩儿，对，对他他就没那么美好，也不算是被掰弯的，我觉得肯定是，你的内心里边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小的思想，可能是被别人挖出来了，被别人挖出来了。但是我确实是那个初恋的时候是个女孩儿，对，对，听说酒吧不做了，是的呀，酒吧不做了啊，就是那个酒吧不做是因为那个房租到期了啊，91年，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没有那个冲动。你现在对女的一点想法都没有了，就一点没有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但是没必要。这叶子是个女的是吗？啊，男的，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说没必要呢？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一个完全透明的状态，就是我的生活里边是完全透明的，就我不会主动去跟别人说啊，就比如说就是可能中介呀，或者说就是物业呀，我不会跟他们主动说你好，我是 gay，我不会这样说，但是就是我不会隐瞒，比如说别人问我说你是 gay 吗？我会说啊是，所以就是我不太会去立人设呀，包括就是回避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就是
就你要让我碰到一个女的，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如果女的要跟我谈恋爱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我没接触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接受。如果我接受这件事情，我也会让这个女的接受，就说，哎，我可能曾经跟男的在一起过，那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所以就是我是这样的人，对，对啊，就是我没必要就说对啊。就是没必要，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很自然的，就是如果遇到女的，我喜欢她，那我就跟女的在一起，但是我前提我必须得跟这个女的去说这个事儿，这个女的能不能接受，我就你知道我人生最开心的点是什么吗？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人生最开心的点是，我永远有自己的目标，就是就是永远是会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很充实，然后很上进。第二点呢，就是我的生活的开心点就是我不必去，就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比较简单且做自己的，对，简单且做自己的，所以这个是让我开心的两个点。就是你首先你内心充实，第二点呢，就是你坦荡去做人做事儿，就是你没有我觉得很多人他不开心的点，就是因为就是说我明明是个 gay，然后家里逼婚，或者说我明明是个 gay，然后领导就是介绍对象，我明明是怎么地，然后我就是天天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局，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憋屈，很苦恼的一件事，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我完全没有就是这方面的烦恼，我觉得这个是我比一般人要开心的多的啊。问一下你多大？我91年的，我不是双性，不是双性。哎呀，我点错了，我点错了，不好意思啊，我去，对，对。所以就是我一直都会觉得说，好像我比别人要过得舒服得多啊。对，分手了没有分手？从哪里看出来是分手了？就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发的那个就是抖音。首先第一点，我说我酒吧关了合约到期所以关了。合约到期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跟大家这个官方的解释一下啊，就那个抖音是什么意思啊？对，那个抖音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酒吧关了，是因为你干酒吧你得租别人的商铺，商铺合约到期了，你不做了，再加上现在经济不好，你不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车卖了，车卖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那个车是我给小大夫买的车，然后小大夫最近辞职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也不是说特别好，他辞职了也不能去还车贷了。再加上我这边呢也没有过多的钱了，所以就把车卖了，然后这样他就不用还车贷了，然后手里还能有点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第三点说什么？第三点我说什么了？反正就是那个什么，第三点我想表述的就是说酒吧关了，车卖了，然后车还刮了。车还刮了，就是赔了人1000块钱，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大家为什么会理解到就是我跟小大夫分了？就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关联，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怎么了，分手了没？这怎么联想到的呀？我这个明明就是表现的是车刮了，我赔别人1000块钱，对吧？就没有表现我俩分了呀？怎么表现我俩分的呀？是想不到3个短剧2个都是跟车有关系的，就剩你了，结果还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就剩你了，还怎么样？因为我就是卖了其中一辆车，就剩你了，对，这个能懂吗？对，剩的是车，就是2辆车，然后1辆卖了，完了就剩你了，完了结果车还刮了，这回能懂了吗？就是这回能懂吗？就是我说的够明白吗？就是就剩你了，指的是车，就是你有2辆车，完了你卖了1辆，就剩你了，就是怎么样？对，他就剩你了，就是我本来有2辆车，哎，你和他，然后呢，我把他卖了，就剩你了，对，对，原来是车，是的，是的，他说不会分手，2辆车啊，压根儿没提交，我，对我没有，还去北京？不去北京了，北京是这么回事儿。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我觉得就是咱们也别说别的啊，北京的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在3年前，因为就是拍芝麻，然后被一个影视圈的大佬就是认识了，然后这个影视圈的大佬，然后就通过朋友的朋友，然后就是要到了就是我的联系方式，然后一大帮人说，因为那个时候他认识我的时候，恰好就是我接深圳酒吧，我要离开北京了，这个大佬在北京，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就是这个大佬我给大家就是系统的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呢，我是先拍了跟我回家，不是，首先我是拍了芝麻，然后拍了芝麻以后，那个是我第一次跟龙二合作，然后呢，这个大佬其实是认识龙二的，但是龙二不一定认识他。这大佬其实之前是喜欢龙二的，然后因为我跟龙二合作了，然后他就认识我了，但是我也不认识他。然后那个段时间我不是在卖衣服嘛，我卖那个就是跟我回家，就是那个芝麻的那个衣服。然后这个大佬就是因为看了我的剧，然后因为他是影视圈的，他觉得我演的不错，有天赋，然后再加上比较上进，所以他就来看我直播，然后看见我在卖衣服，然后他就买了几件衣服。然后那个时候买我的衣服，我都会给别人打去电话，我都说，哎，那个你好，我刚才看到你的订单了，然后我现在给你打包，然后有什么特殊需求，然后我都会打包好，或者说给你需不需要寄其他的地址之类的，反正就是会打个电话去确定你这段时间你就是这个地址能用之类的。然后这个大佬就说那个可以，然后那个说那个。我们有共同的好友，这个大佬就是在电话里就跟我说，当时我还在直播，这大佬就说我们有共同的好友，我说谁呀？他说就是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结果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离开了北京，来深圳开酒吧，在最后我要走的时候，我回去就是从深圳回去取了个东西，然后正式搬到深圳来。然后这个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就是很多年的朋友，他跟我说，哎，有个影视圈的大佬，你们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啊。他说他请咱们一起吃个饭，大概10多个人，然后里边还有卡，就是卡爷，你们认识的卡爷，然后就说一起吃个饭。我说那行啊，我说那个你那个怎么地，我说当时因为我也是在就是芝麻里边其实是越来越喜欢拍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说有影视圈的大佬，那以后都是资源的，就吃个饭呗，就去了以后，然后这个影视圈的大佬就是气场非常足，那一顿饭就是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反正就挺贵的，那个餐厅都是什么李晨啊，包括就是一些明星合资开的，叫北京宴，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在百度上去搜这个叫北京宴，就是
很多明星就是有股份，我们就在那儿吃的。然后他同时又叫了几个索尼音乐的人。索尼音乐的人，反正就是索尼音乐，大家都知道啊，就很牛逼啊。然后反正就是请我吃饭，就这样，我跟这个影视圈的大佬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且确定了关系，就是要谈恋爱。对，我跟这个影视圈的大佬就要谈恋爱，结果谈了没到1个星期吧，我就不行了，我就觉得，因为我俩都是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影视圈的大佬吧，他有一个毛病，他就是可能他就是影视圈的大佬，就是比较霸道总裁，比较霸道总裁，然后就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他可能就是，他不懂什么是爱，对对，不懂什么是爱，就是他没谈过恋爱，可能是也不懂什么是爱，反正就他跟他相处起来就是不是谈恋爱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是不到1周我们就分了。分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影视圈大佬吧，其实可能一直也还是觉得挺惋惜的觉得挺惋惜的，然后一直在等我。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跟他相处起来，只不过就是不是谈恋爱的一个状态，但是跟他相处起来还是会被他的才华和他的能力所就吸引，所以我们就一直相约，就是2、3年，就是我不做酒吧之后，我去就是某个影视学院去进修一下，就北电去北电进修一下，然后有个进修导演，然后就说你2、3年后你不做了，然后你就回北京来上学，然后就这样就是就一直有这个打算。但是呢，其实我今年不做酒吧了，正好那个就是其实我不做酒吧也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做够了，然后合约也到期了，然后我就觉得今年不做就不做，而且我可以去上学。结果上学的时候就我们这个学校是要考试的，很难进，然后就是本来其实是就是有一定的希望的，后来可能就是自己也没，可能有点忘乎所以吧，然后就没考上，就这样我就没去了，我就没去了，就这么个事儿啊，就是考试没过，然后再加上自己学历这一块也不足，所以就没过影视圈影视大佬是个熊还是个猴，这个不是你关心的点，就我就说白了，如果说一个影视圈的大佬，你别管他是猴还是熊，影视圈大佬能看上你，你就偷着乐就好了你还管人，还让你挑上了，你这个不是你该考虑的点对，他是大佬，他不是你谈恋爱你在那块挑三拣四的这个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人家是个蟑螂，你都得跟人家在一起，影视圈的你像我，就是我还是做这行的，然后影视圈的大佬，因为其实这个影视圈的大佬，最吸引我的点其实是他整个人的气场，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其实说白了很简单，我喜欢他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多年以后就想变成那样的人，对，就是不是我真的喜欢他，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多年以后我一定要变成这样，他是我的偶像，或者说是我的前进的目标，但是不是因为说他长得好看呢，或者怎么样，或者说跟他性格比较合呀，或者说怎么样，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对，就会有一点点，也不是也到达不了崇拜，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一个比较成功的前辈，就好比就是你单位有一个领导，
然后你会觉得说，你过几年你也要变成这样领导，你也要赚这么多钱，你也要威风凛凛，你也要就是做这些管理的工作，就是他就是你一个榜样，对，就是榜样，对，他不是那种偶像，对。影视圈大佬，影视圈的大佬吧，不是说你们想象的，就是就是在明面上的大佬，就是影视圈的大佬影视圈的大佬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什么，就是做幕后，就是影视圈大佬。你比如说影视圈的投资人呢，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电影，你们看不看电影？就是你们可以在策划呀、出品人呐，就这类人身上找。他不是说他是个明星，明星他不是影视圈的大佬，对，就是你们的理解就太浅了，你们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明星才是影视圈大佬，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他不是就是那些所谓的明星，他们其实是备选者，只有这些所谓的就是这个对资本才是大佬对对，所以就是你们是猜不出来的你们就以你们的理解能力，你们是猜不出来的。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我拍了《跟我回家》的时候，我拍了《跟我回家》的时候，然后拍完《跟我回家》拍了第2季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也是身边一个朋友，就说有一个导演找你。我寻思导演找我，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终于可以上别人的戏了，完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说，哎呀，自己发这些东西还挺好的，然后我就满怀期待的，就是让这个人加我，加完我以后，他说你好你好，我是谁谁谁谁，这个导演非常有礼貌我是谁谁谁谁，然后我有一个导演的朋友喜欢你，你俩能加个微信吗？我说因为其实他也是个导演，但是他是更多的是做后期影视公司的一个老板，他也做导演，但是不是他喜欢我，是他导演的朋友。我说这个导演的朋友，然后那个他就告诉我这个名字，然后我就在那个百度上搜，什么拍过央视8套的那种就是电视剧，央视8套的电视剧就类似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棵草什么什么悠悠寸草心呐，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中国内地的那种就是反正就是拍这种的，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见到这个导演了，就是见到这个导演，然后就是这个导演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导演长得有点像谁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就是你们知道《夏洛特烦恼》吗？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导演长得像谁，大家一下就有画面感了。这个导演长得有点像《夏洛特烦恼》里那边是那个老妹儿跟哥钻小树林那个拿这个大签子是给哥剔牙呀，这那个人，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就是《夏洛特烦恼》那个，对，就他就长那样长那样，但是他很温柔。他就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真正做导演的人，其实他们皮肤特别黑，因为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在室外拍戏什么的，风吹雨淋的就那种，对，然后他跟我约到了一个茶室，对，他跟我约到了一个茶室，然后他给我倒茶，然后边喝茶边说。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你像林黛玉。我说就是他说你知道吗？你跟我回家演的时候，你每次一落泪然后就喝了一口茶，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就是。
我俩就在这尬聊，啊，然后我俩就在这尬聊，他就说，哎呀，感觉真美好，然后你知道吗？就这种，对，就说我像林黛玉。我一寻思，我跟林黛玉差的也太多了吧？那不就是一个戏吗？就是因为那个人设像林黛玉，然后对，啥时候回北京？不知道，我最近没什么时间。对，说我像林黛玉。后来，喝完茶以后，然后那个导演就是那个大勇，就是这是一个拍电视的导演。然后这个导演通过凡哥，然后找到我，然后这个导演约我喝茶，然后喝完茶以后，然后叫上那个凡哥，我们一起去，就是在他公司旁边吃了个饭。然后他们，你知道，就是我真的不明白，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我参加这种饭局还蛮少的，啊，那就是蛮少的。然后这帮就是影视圈的大哥在那块，就是我记得还有灰灰呢，影视圈的大哥在那吃着饭，然后聊着天说你们对最近的中美关系是怎么看的？就是就是，然后就是其实他问这个问题啊，他其实就是想看我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我寻思这种事儿咱们不要冒头啊。我紧接着就说，这个让灰灰先说吧。然后灰灰就在那块东拉硬扯，在那块说的也不对，好像又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东拉硬扯，反正就在说自己的观点。然后我寻思我在他们身上也提取不到就是有用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和答案，我就说，你知道我还自作小聪明呢，我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就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了解这些东西吗？我说其实我了解，但我觉得我无论怎么说，其实都是粗浅的了解，我不能在你们面前就是装多怎么样。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更想听两位大哥对这个事情的意见，包括两位大哥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你知道吧？全程的小聪明，我就觉得说我他妈的，我真是进攻了我，然后就是在那块等，然后就是看到这个一个大哥露出欣喜的表情，另外一个大哥皱起眉头，我就说这俩大哥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吧？就是对我就不能在人面前班门弄斧嘛。后来就是这个话题终于结束了，之后，然后跟这个导演大哥，就跟那个导演嘛，后来好像是要合拍一个东西，要合拍一个东西，我还不是当演员，他不让我当演员，他让我当导演，就是给他做导演，然后他做总导演，我做那个执行导演嘛。后来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起了分歧，俩人没几句话，就是也没有到吵吧，就是会觉得说，就是俩人就是因为几件事情就争论了一下，就觉得说彼此都会觉得说，这个人不是我想找的人，这个人神经病，然后我俩就很自然的就是没联系了，对，所以就是都很神奇，你知道吗？就是在北京的一些经历，我就觉得好神奇。对，你拍付费短剧吧，挺火的，拍点爽文。这个东西是专业的东西，跟你解释，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就这个东西它不可实现，为什么不可实现呢？你要知道，收费短剧现在是被国家严控管制的，你这些必须得去申报，你得有审批你要涉及到审批的话，那你还是会你的题材过不了。第二点呢，你想收费这件事情，也不行，也不行。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吧，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就
就觉得他现在有，你就觉得大家都能做，那都能做，谁都去做了，对不对？他不是说很多事情啊，不是说你看到那么简单。你比如说你拍剧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那个什么那个大家都在拍剧，我也拍个剧吧，那你怎么没拍出来呢？拍出来，因为这个事情它有很多的东西你是不了解的。其他的怎么收费成功了？且价值偏，所以呢，那个帕丁顿熊，你想表达什么？要不你去广电总局，你去闹一闹，你去帮我闹一闹，你或许能改变这个，这个现状，行不行？你去闹一闹吧，你去拉个横幅，或者说你在人家那个影视大厅里你就闹，他们有门路帮你申请清宫，你有门路还是他们有门路？对。看事情比较透，不是看事情比较透，是我这个事情我是有所了解的呀，因为我都做过这些事儿啊。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说拍电视很简单，因为你没做过呀，所以你会觉得很简单。那你要去做了，你自然会觉得，你自然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投多少钱，有多少那个什么困难在等着你，只有你做了，你才知道。你不做你是永远不知道的。就很多人都觉得演戏很简单，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它是很复杂的一件事。非常简单一个东西，就是剧好不好，就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剧啊，悬疑片大家看的是剧本然后你要是那种就是爽剧，大家看的是那个你演员的表现力你就包括咱们圈子里的这些东西，大家看的是颜值看的是人设。你就哪怕你拍的，你这个剧本你拍的就是有漏洞有问题，但是大家会被这个桥段、被他的演技、被他的身材、被他的长相所吸引，这代表它就是个好剧。但是你要悬疑剧的话，一定看的是剧本，就是你这些你怎么去巧妙的去挖这个这个点，然后怎么去补它，然后怎么去就是营造，就是包括那个这个安排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哎呀，这些东西都对，它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看那些短剧好像没有什么演技，就天天互相扇巴掌，看认特别下来。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为什么这种剧会被大家接受呢？因为就是它有市场，因为很多人他看剧是不长脑子的。就你要知道，大多数人他其实是没有辨别能力和鉴赏能力的，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你可能有，你能发现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因为大多数人看，你也跟着看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它一个现象对，它一个现象，对。你要知道，就是很多用户其实他是没有鉴赏能力的他不觉得这个剧很 low 怎么样的，他就喜欢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它是有市场的所以就是，与其你在剧里边你花心思怎么样，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是大家更喜欢看到是共鸣，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就等这个经济状况会好一些，对。就是整个的国内的经济形势能够
缓和一些的时候再去下一步的打算。小大夫溜了，小大夫没溜，我在这屋直播，他在那儿直接能听到，因为我俩都没关门，他在客厅。回来玩2天，没钱，大勇没钱了。你对象来了吗？你对象？大勇，你对象来了吗？啊？叫我干什么？你在跟别人说话，谁叫你了？来了，分了，走了，太快了吧！没事儿，没事儿，你也习惯了，千锤百炼了。51集，控制一下嘴角。这51集的大哥哥哎。大勇啊！他是大勇。你还没见过51集的勋章，好漂亮，闪闪发光。闪闪发光，人家只给有可能的人刷，这就是人家活得通透。我去尿个尿，你能不能给我洗个澡？有味儿。是个魔咒。我虚脑子。我去占他的榜1。小大夫勋章8级是吗？看一下。哎，你看我现在是榜1。运气好。我来占他的榜1。你开26啊，你开27。差1度也不能这么冷。平时开的不是27.5吗？不是，你开的27。你可以给我洗个澡。走，小狗，我们洗澡，洗澡，洗澡。哎呀妈，这味儿。洗澡。好，坐好。觉得，他在直播，他正在直播，你连一下吗？谁呀？叫什么呀？谁呀？你跟我说，谁呀？谁呀？别是熟人啊。叫海生生啊。谁呀？舒克那个，你不跟我说过吗？海生。不行，他皮肤不好。对，皮肤不好。你皮肤好，我皮肤就是我起码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大痘。我这是坑。海生大家不知道吗？你不介意？他喜欢。海生是身材练得很好的。大勇喜欢。哎呦，你跟大勇，我告诉你，这以后咱们跟大勇就是会认识很多很多年。你就看吧，大勇，我认识他6、7年，哎呀，我都记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好了，你坐好嘞，等会儿带你去。你坐一会儿啊，你躺一会儿。说话有点出息。抱着祝福的态度，我祝福不了。我们是抱着一种就是，哎，看到他又谈恋爱了，害怕他受伤，算了，想想他这些年，他也是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人。不是，他其实谈恋爱就是那叫什么？看笑。他谈恋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苦中作乐。苦中作乐。
那次不一样，那上次不是苦中作乐嘛，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在吃苦苦， 4天。对，就是每次他一谈恋爱，我就说啊，这个人一看就是大概是什么状态，我就看出来。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大勇要有一点点就是那种质疑这段感情的时候，我肯定会就是不吱声。但是他一旦就是说质疑当中又期待，就是白灵你觉得呢？我说确实还挺好的，对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你要自己知道。然后他肯定就是给予一种特别肯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知道啊，他是这段感情他是陷进去了，咱就啥也别说。对，吓人，看人下菜碟儿，就是这么多年，哎呀妈！但其实大勇有一点点好的就是，他其实能感受到，就是说自己需要什么，他内心需求什么，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应该才疗伤。哎，要不要我给你送去一个韩愈床？韩愈床，古墓吗？你是在古墓里疗伤是吗？天神之恋。晒脸。还以为分了，你这没有，睡绳上，你可别张起来吊上。糊涂小虎不在北京吗？走。好了。等糊涂小虎走了我再去。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我等他走彻底干净了。洗澡吧。洗不洗澡？走，洗澡。没钱，现在就是可以不往一起走，现在就没钱。小大夫最近就是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没钱，现在是真没钱。行，你来吧，你来吧，咱俩吃饺子就行。我现在会包了。真是将你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就是现在经济都不好，然后我们做不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去赚到钱，我们只能说在这个节骨眼儿能够稍微就是别那么张扬。我擀皮儿老厉害了。行，你来呗，咱们可以，就是好多地方可以去，深圳可以去到惠州。香港。香港别去了吧，不好玩，去香港干嘛呀？你去哪不行？去哪儿不重要啊，其实他就是看到我过得不好，他心里也能好一点。他肯定会挑人的呀，对吧？对，其他过得都比他好，这个不是不好。我告诉你，深圳的朋友还是蛮好玩的，就虽然说他们是那种不是你的菜，但是其实喝酒交的朋友还蛮好的。然后我认识那些朋友其实都还蛮有趣的，来可以啊。你闻一下你自己臭不臭？可臭了。洗澡。你是成臭。我知道我不用人多。你都成臭狗了啊！你就给他洗一洗。洗澡吧。洗。咱溜完再洗。不行，洗完再溜，这样它能干一点。咱俩就坐着聊天开瓶洋酒就行。溜完再洗。我这边酒吧有好多存酒，到哪儿别人不送个果盘啥的。我这边有好多朋友，我关了酒吧，他们开始开酒吧了，可以啊。我的存酒去哪儿了？到了。到了。酒吧都黄了，你上哪儿找存酒去？711买一瓶行。
可以啊，真的很受伤吗？哎呦我天，没想到啊，我没想到。我想请这个评论区里的一些朋友啊，注意一下说辞啊。什么叫酒吧黄了？是我酒吧是我自己不做了，不是黄了。黄了是什么？就是经营不下去了。我们是合约到期不做了啊。百年道行一朝散啊。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呢，算了，都在酒里，不打算再开一家，不是，不打算开，因为现在就是做生意不适合做生意，能明白吗？对，大家能明白吗？就这个阶段它不适合做生意，你有多少钱也不适合做生意。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上一次回北京的时候，去了王思聪的一个 live house，叫空瓶子，空瓶子，王思聪开的，你想想那个消费应该会很高很高，但我们居然能看到什么？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有空座，而且最中间的卡座，我看到他消费的那个。价可不低，但是我看到空瓶子最中间的卡座那帮人点了5瓶的那个麦卡伦5瓶麦卡伦12，也就是相当于大概7、8千块钱，7、8千块钱能坐在最中心的位置，我觉得其实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算是比较不好的情况。就是7、8千块钱能坐在最中心的卡座，我觉得就是他消费其实还蛮，就是下降了，就是客户群体没那么有钱了。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空瓶子那种地方，可能最中间卡座，我觉得至少得上2万吧，我觉得至少得上2万。但我没想到那天，因为我是卖酒的，我就大概知道，我就习惯的看每一桌消费多少钱。那个大勇你知道吗？就是我去安宇那边，虽然说安宇嘴硬，但是其实我去安宇那儿，我就看他每桌的那个消费的情况，其实是，就是下降了好多空瓶子肯定的呀，对面2箱，行，好喜欢你啊！我现在有对象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最近还不够优秀，等过一段时间我再优秀一点，你再喜欢我好不好？想得到你的心，不用，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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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有对象了，而且我对象非常的好看，我对象是00后，你呢？我公公经常看你直播，你公公什么？你公公？你公公是谁？你是10后主播会考虑的，你也是00后，对，这么时髦，公公看直播，那以后你跟你公公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他说的是老公吧？你老公要是喜欢看我直播的话，我觉得你老公可能会让你流泪，因为看我直播的都是0，特别是我这波招那种骚0，你老公可能是个0，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你亲爱的大事不妙是吧？那你要多少岁？我要多少岁？什么我要多少岁？我要别人多少岁，还是我多少岁？还有没有？也有人投资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我给大家就是所有催新剧的朋友，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拍剧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拍剧这个事情其实是首先呢，你得先有投资人，有投资人了才会有剧本，有剧本了，投资的金额打到账户里边，我们才开始拍。那投资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万到100万左右你们不要会觉得说我们制作的很粗糙，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其实拍剧这件事情就是相当耗费钱的。就好比就是说，有的人不理解，就是说学音乐为什么花钱，那么耗钱？做艺术方面的东西，影视音乐、美术包括设计这些东西都是相当耗费钱的。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们看到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一部电影可能会花个10亿的投资，10亿的投资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起码得到50万，我们起码到50万你想想多少个人，多少个工资包括就是多大的一个项目去做，这个东西它都是需要钱的。不需要钱，你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住哪儿吃哪儿，一个剧组里边至少得有10几个人，吃和住20天，你算是多少钱？你们想一想吃住20个人吃住10个人20天要花多少钱？还不包括人的工资。摄影师1天的工资大概是2000，一个摄影师2000，两个摄影师是4000甚至5000化妆师是多少钱包括剪辑师是多少钱？这些都是需要钱的之前拍的每一部都有亏钱吗？我不刚解释过吗？就是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剧是有人投资我们才会拍，别人投资了就是不涉及到我们亏不亏钱，我们是拿别人的投资去拍对，他不是什么我们会亏钱，我们不会往里搭钱，没分手没分手，是你们就是没理解我发的那个抖音是什么意思。我1天的工资，我是赚项目的，就比如说这个剧投了50万，就是很多人就说我拍剧怎么赚钱？那有的人说那你拍剧是卖版权费吗？我不卖版权费，因为没有人去买这个版权费，广告也没有人去植入广告，为什么呢？你同性恋的剧，你没有发的平台，没有企业会找同性恋的东西去投广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卖什么版权，没有一个平台去收同性恋的剧，所以收不了版权。第三点，我们怎么赚钱？比如说这个剧投资人投了100万，我用50万把它拿下了，这50万是我自己的，这就是我怎么赚钱。那演员怎么赚钱？演员不赚钱这个工作人员怎么赚钱？他们有每个人的每天的工资，我们是按天去结的，能明白吗？就是很多人不明白呢，不明白一直以为是你说的算，是我说的算，因为投资人是看着我的面子，或者说看着我的这个招牌，所以才来找我投的剧。所以说我拿到了他们钱，是我牛逼就是但是有一些就是你们能不能懂呢？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投我们剧的投资人大多数都是圈子里的大佬有钱人大佬，
然后他们有钱呢，但是呢，他们想为圈子里做点事儿，或者他们想让他们喜欢的演员，也就是可能是他们在追求的人，或者说他们有好感的网红来拍剧，所以他们来投资，让他们来拍剧，或者他们不让他们来拍剧，但是他们会说百里，我有一个故事，你能帮我拍出来吗？拍出来之后，我给你多少钱，这个剧投多少钱，我就是赚这个钱。这回能明白吗？就投资人他没有想着在这个事情上赚钱，投资人是什么样的？是投资人呢？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就是投资人，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这个项目我要跟着你赚多少钱，不是，因为同性恋的剧没有人能赚钱，它没有受众群体。你们看，我就说句非常不好听的话，同性恋看剧他们也不舍得花钱，因为没钱。它不是一个正规的东西，就是盈利的东西。首先这个东西国家是不支持的，你拿这个去赚钱就会遭到抵制，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东西它就好比说你要吃个豆腐，就是你喜欢吃豆腐，然后呢，哎呀，怎么掉了？你喜欢吃豆腐，然后呢，但是大家提倡的是吃干豆腐，大家会觉得豆腐是不健康的，所以你卖豆腐不对就不允许你卖这个豆腐，只能让你卖干豆腐。但是你要怎么去就是那个你要是自己在家做的话，他不反对，就是你不可以拿这个去盈利的。这回能明白吗？这回能明白吗？就是你不能拿它去盈利，你一旦拿它去盈利的话，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说你实在不行你在网上卖一卖就是有看你的剧花多少钱，什么提前点映，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看我的剧从来没收过费，而且说实在的，这是我的兴趣爱好。第二点，其实人家投资人已经让我赚到钱了对，我在投资人那块我已经赚到钱了，我再赚一笔钱，投资人也会不开心，能明白吗？就是不能做这个事情上瘾赚钱了吗？上瘾我不知道赚不赚钱，我没看不是收费的吗？那是他愿意做那是他愿意做。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是你可以做，但别人可以做，你不可以做你要想做的话，你要承担风险，能明白吗？孩子们，我说的这个点你能懂吗？就是这个东西别人做可以，他承担风险，你不做，你可以不承担这个风险就是你要不要去做，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有自己的出发点，但是我不会做就是我觉得没必要赚不了多少钱。就好比就是说做酒吧也是这样，那你看做酒吧很多人都在做酒吧，但是酒吧赚不赚钱呢？他不赚钱，但有的人他就是做他就想着说他出发点很简单，第一个人有钱人就想找一个自己的场喝着酒，第二点他是真的对创业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理解，他就会觉得说创业不易，就是一定要坚持住，他等过了这个时期然后就好了。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很多人做酒吧其实他是有情怀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赚钱你想不想做你可以做，但我之所以不做是我觉得没必要，能明白吗别跟他们讲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酒吧不好做，是酒吧不好做
所有做过实体的都知道，这些年任何行业都不好做。有的人说做服装好做，就服装好做，现在服装多卷啊，10几块钱一件衣服，我就这么跟你们说，10几块钱一件衣服，你单纯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你是用心去做的，一件衣服的打版费，包括就是制作出来至少得40、50块钱。你10几块钱卖，那就说明这是你手里的一些压存货，或者说就是很多年，或者说别人不要的货，然后让你捡破烂捡过来的。你要是你自己用心血，然后有设计的东西，10几块钱赔死你，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就是它不是你们看到的那种，饭店可以做，饭店也不可以做呀。未来这些实体行业逐渐的就是会大洗牌，都不好做。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节骨眼儿，就是不做，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没必要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不赚钱。我看到粉丝偷拍龙2，建议不会拍照不要拍。什么？说什么？会洗成什么样？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经济学家。这他现在不适合做我只能说。深圳酒吧不做了吗？你不是一直在直播间吗？你是演龙2的吗？龙2是个演员我没演吗？那叫释怀呀，那叫释怀你。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又关注我了？你没事取关再回关，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那个叫释怀的，你怎么又关注我了？你没事取关我再回关，干什么？现在有点钱还是抓在手里比较好一点。我跟你们想法不一样，我就觉得现在手里有点钱，拿出一部分钱来享受生活，另外一部分继续存着就好了别人7级牌子 ，so，看一下你对象，我对象不是个物品，你想看就看。首先我不认识你，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你的行为不太礼貌啥时候也不会取关你不用，你就不用取关，你也不用回关，你就正常看就行我说的是像对，就不适合做生意嘛，就是不要做生意，对吧？就不要做生意嘛，就是这大家有钱，就是其实可以趁着这个大家都在休养生息的时候，去体验一下生活吧。我觉得人生太苦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这种感觉，就是现在赚不到钱，那你趁这个机会你偷懒吧，要不然你以后能赚钱的时候哎呀好难受没钱更苦，反正就是生活。我现在想法就很简单，我现在就是能偷懒我就偷懒，然后因为我从25岁到34岁这10年我都觉得我的人生还就不后悔嘛，而且就是很精彩。那我接下来我就是让自己沉淀下来，然后也享受一下生活嘛。虽然说没什么钱享受生活，但是你该做出成绩，你做出成绩了，然后你也没荒废时间，我觉得就好了，对吧？
酒吧出问题了？酒吧没出问题，就是不解释了啊，酒吧不是出问题了。好多人没工作都去夜市摆地摊。摆地摊很累，我就觉得说，这就是其实这个看个人喽，闲着也是闲着呗，对吧？没去过深圳，so 这个释怀啊，没事你别关注我了，你答应我啊，这个叫释怀的，你要取关以后你千万别取关了，你再让我看见你来回的关注和取关的话，我真的会拉黑你，我让你无法再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首先你没有人关注你，就是你没必要，你就总这样的行为啊。你会不会不用跟我说？就是我想，就是你不要就是总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边。现在在深圳找工作难吗？没找过工作，不知道，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你其实做什么都能做，但是可能就是你的专业这一块啊，我不懂。真不知道，待几天后犯懒了，对，第一公司的工作，我在抖音上认识了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长得各方面都不错，身材也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他就是找工作都已经找了将近大半年了，他还没找到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说那你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他说不太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他说别人一毕业都能赚到8、9千甚至1万块钱，然后他现在去的那个工作工资只能赚到5000块钱。我当时我真的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点脑子有点问题，就是他就说别，就是他的师兄什么学姐在一毕业就能赚到1万多块钱，他毕业了只能赚到5000多块钱，然后他心里不满意。我就说，哎呀，你这是找不着工作吗？你这不就是挑吗？咱就说你学姐能赚到1万多块钱啊，那说明人家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人家真的就是赶上一个好时代了。请问你没毕业，你连经验都没有，人家干嘛给你1万块钱？你知道很多人我就不理解他们，就是觉得自己上了个大学就是很牛逼。就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私企老板嘛，就是我也是做老板的，我不愿意用大学生。我不愿意用大学生的主要原因，我不是嫌他们没经验，我是觉得大学生的脑子有问题。就是你给我一个用大学生的一个理由，大学生有什么好的？你们告诉我，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私企老板的话，我用了毕业的大学生，我有什么好处吗？谁能告诉我？
读书读得多，就我都找不到大学生哪点好。便宜不是便宜，我就觉得大学生的脑子，比如说你跟大学生沟通，你会发现大学生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如果说我用了一个大学生，首先他为人处事他都差劲。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公司的员工因为人情世故都会参加晚上的聚会，这个大学生就不参加。他会觉得什么呢？我跟大家刚认识没必要，而且我没钱，我不必参加这些东西。但你知不知道，你参加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累积经验，或者说累积人情世故和跟员工搞好关系，跟领导搞好关系，这其实就是你的必修课。但有的人就说我出来不是来跟你们交朋友的，我是来赚钱的。你不交朋友，你哪会赚到钱？就是他们的脑子呀，让我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对吧？对吧？你脑子你是看电视剧看多了，你不，所以就是我经常跟大学生沟通，会觉得他没听懂，他极其的，他有的时候有一些蠢，但有的时候又过于敏感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能一竿子打死，因为好的大学生不去你那种单位，或者说你没接触到。评论区里边是有那些被骂的人吗？是怎么了？就是我在说一种现象，不是说在说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就是我在说一种现象，我不是说让你们来就是说那个觉得说自己对号入座了怎么样的，没有，我没有说你不好，我是在说一种现象，能明白吗？就是完了，就是有一些人就开始咬我了，没有踩到你就是我就说一种现象，就是很大多数的大学生，其实你们要知道一点，你不接触人情世故，你在这个社会里边你是活不下去的。我说白了一点，就是我们都曾经是那种觉得自己很特别，但只是你当下只是因为你当下接受不了，但是逐渐的你不经意的你会就是被这个世界同化的你昨天大学生要被骂了好的大学生不去你那种单位，优秀的人出国或体制了，优秀的都去出国了或者体制了 ，so 有什么牛逼的吗？就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就单纯的咱们就是交流好的大学生都去什么体制了和什么出国了，这就是你们觉得好的人生吗？好的人生不是应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且在自己的爱好里边去工作吗？体制里边是你们最终追求的东西？我不理解大家的就是认知是怎么了？什么去国外了？去国外怎么了？很牛逼吗？就是我不懂我不懂。我身边有好多人，就是像你们所谓成功的人士，很牛逼吗？好的大学生，什么是好的大学生？我觉得最好的大学生是我不是说大学生了，咱们就是放宽一点。咱们放宽一点是什么？就是好的人一定是综合的人，
不是绝对的人。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你牛逼了，这不是你牛逼的。举个就是很简单，你做医生，你的专业技能很牛逼，这不代表你赚得多啊，这不代表你就赚得多你牛逼，你赚得多是因为你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能明白吗？这回能明白吗？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说作为一个高层，你一定不是你的专业技能牛逼啊，是他综合都牛逼。这回能明白吗？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说你要全方位发展，甚至你要懂人情世故，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你必须得融入这些东西，你才能做好啊，把那些高傲的东西摒弃掉。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加班呐、人情世故啊，怎么样？就那些不需要怎么样？怎么不需要啊？你是个企业，你就得接触人，无论说你是外企还是国企，对不对？就你们的认知就是觉得说我考个名牌大学，然后我毕业去了好单位，就代表着很好了。你在单位发展成什么样，或者说你最终拿到什么工资，这才是你要去看的，能明白吗？就我想传达的是这些东西，我不是在抨击大学生，我是想告诉大学生，就很多大学生啊，你的认知可能就是只局限于就是你大学学的东西，或者说你毕业去的方向，但是其实你要考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上里面去做好。你擦了吗？吹了吗？擦了2遍。如果工作需要我人情世故，我就不需要人情世故的工作，从中间就离职了。好，这位小当家说的，说我就不去人情世故的工作。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小当家，你找到了一个工作不需要人情世故的工作吗？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不需要人情世故的工作啊？有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来来，小当家，咱们就是单纯这个小当家这位朋友，你现在找到什么工作不需要人情世故？来短剧编辑，这个不需要人情世故吗？我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你找到工作和你做的好不好，或者说你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没关系。你要是说你说我不与人沟通，然后找到一个工作，谁他妈都能找到。找到工作和你做好，或者说就是有成绩，这是两回事儿。你作为一个编剧，你不与人沟通，你不人情世故，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好，小当家说，我每天唯一做的事就是写稿子、沟通、写稿子，那就说明你只能写稿子。这就是你所谓你做的好的表现吗？大家注意看，就是我要打开大家的认知啊，就是小当家说我每天就写稿子，那是不是代表着你以后只能写稿子呀？你每天就是写稿子，你不需要发展进步了，是吗？不会往上升，这就是你觉得很好的生活是吗？就是来，大家就是打开大家认知和踊跃的去讨论，这就是你觉得对的。好，那可以。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啊，想要进一步发展，一定是需要人情世故的啊。我宁可少赚一点钱。好啊，可以，你可以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没问题啊，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嘴硬啊，你不要嘴硬，或者说你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只能说你在嘴硬，或者说你可能不自知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对，
对对对对对，你看一下评论，大家对你的了解啊，就是你有的人说家里有钱就足够了，不是，家里有钱也会没钱啊，也会没钱，有没钱那一天啊。但你看一下评论区那个小当家，不是说不是说你是不对的啊，你是真接受不了，是你可以接受不了，但你不能说你做这些东西你就是很好的工作了，它不是很好的工作啊，或者说就是他达不到幸福指数。你想想，你做一个编剧，OK，嗯。你也可以达到这精神上的满足，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发展，你还是要往上走的话，你还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个人行行，对，刚才有人说我抨击大学生，你怎么理解你就怎么理解。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在解释什么，就是我就觉得说我抨击大学生这一帮人呢，就是可能思想比较极端的人。我只是在说一些现象，或者说我为什么不用大学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没有说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傻逼啊，就是他不是这，就是你太绝对了啊！你看事情太绝对了。我只是在说这个现象啊，对，所以就是我作为企业老板，我跟大家重申一下，就是我作为企业老板，我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用大学生的，因为大学生的认知啊，还是会就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他有一点点不自知且敏感啊，就是我不愿意用啊。就那个小当家他说的那句话，其实就让我能解读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哎呀，其实我是因为讨厌社交，我才不往上接触的。他不是因为说我就是单纯，我就是坚定了我满足了，所以我达到了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点。他是因为他讨厌，所以他不去做。就好比一个什么呢？就是他被甩了，但是呢，他嘴硬，他说我分手了，我这段时间不想谈恋爱了。那别人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谈恋爱了？他不会说我被甩了，他会说我分手了，就是他会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嘴硬。他其实他渴望爱情，对，他渴望爱情，但是他又接受不了失败，他要不去克服这个失败，让我有这种感觉。小当家，你能听懂我说的吗？啊，小当家，你能听懂我说的吗？就是你还是向往爱情的啊，但是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不想面对它，或者说你觉得谈恋爱是一个你无法攻破的，然后你就对外说，我想单身啊，对，是这样的，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不要说是你，哎，就说我不想谈恋爱，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不是这样啊，对，嘴硬啊，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说，大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你对自己的认知还不够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很多评论区里边啊，很多评论区里边，其实他们不是大学生，不是他们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他们是从大学生走过的，他们当下也是会嘴硬，或者说也是会有一点点小骄傲在身上，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他们不会有这些骄傲了。相反的，他们看到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有一些嘴硬的人，会很反感，因为他曾经的自己他也觉得很蠢，就是所以你在即将毕业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已经刚毕业的一些朋友，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一点，
不是工作不好找，是你对自己期待太高。你要知道，现在能活着，能赚到钱，有人能聘用你，你不必感恩，但是其实这个机会啊，挺难搞的。你不用去感恩任何人，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现在工作，就是挺难搞的，因为你同样是大学生，全国每年会有很多很多的大学生，你要知道，可能有10%的大学生跟其他人不一样，剩下基本上都一样。那你怎么能在90%里边脱颖而出？你要考虑这个事情。9%起码就是90%的人在应聘同一个岗位，你怎么脱颖而出？这就是你要考虑的东西啊。这回能明白吗？就是10%的大学生还是会有很好的，无论说他学历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力。但是有90%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俗的人，是非常俗的人，可以去图图的公司应聘吗？我现在没在做了啊，没在做。你在上就业指导课吗？不是，我就在说这个现象啊。我非常不认同，就是说不好找工作这件事情啊，其实好找好找，但是只是对口的人，对口的工作和就是你认可的工作比较少啊。好工作不好找，对，工作还行，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好工作你不好找，那你普通工作你能不能找？那就比如说那些高中生在做的工作，你一个大学生去，你就脱颖而出了。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之前其实我算是转过学，然后我在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我在大庆，我是在大庆上的学，然后我转到哈尔滨去了。然后我在大庆的时候，那个课程就比较深，就是那个课本的课程就比较深，所以我在大庆上学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到了哈尔滨以后，那个哈尔滨的课程比较浅，我在哈尔滨的课程在大庆已经学完了，所以我在哈尔滨的成绩就非常牛逼。所以我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我度过了一个比较欢乐的时期，因为我有一点点就是在那块找到我的自信了，或者说就是算是就是让自己没那么紧绷了。其实一样的道理，你找工作也不一定要找那个什么，你一定要挤外企国企因为它竞争太大了。你可以再区一点，就比如说，就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比如说，很多大学生，是一开始就是想做自己本职的工作，但是他们会发现工作了几年，会发现太卷了，很累，然后工资涨不上去，然后最终转行了。这个过程大概有5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对比自己的人生对，对比自己的人生，就比如说有个大学生他是学平面设计的，大学生学的平面设计，然后他上了几年，就毕业了以后找了一个班，每个月赚5000块钱。然后大概上了2年3年，然后会发现自己的成绩上不去了，就是那个能力上不去了，然后就赚这5000多块钱，完了工资也不给涨，后来他就跳槽了，跳槽以后工资涨一点，然后过了几年他又觉得说还是不行，然后他就看别的行业赚钱，然后他就转行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什么我是学平面设计的。但我觉得平面设计太卷了，而且我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我去做那个服务员去。我是本科毕业，我做服务员去。然后我做服务员的时候就比其他的服务员素质要高一些言谈举止要优雅一些，或者说就是就得体一些。然后对待一些事情，包括一些文化一些东西，我能懂得更多。我的那个
表格做得更好，我能去那个文字表达和口语表达会更优秀，那好，那我就做服务员。我没超过2个月我就升到领班了，我没超过半年我就升到主管了，我没超过那个三年我就升到区域经理了。这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是你一开始就摒弃了你的行业，还是说你看实在不行了你才去？对，就是这其实就是2种生活啊。我觉得你做服务员的时候，你一定是轻松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个人就会。但是你能在这种就所谓的低端行业，可能在你眼里是比较不匹配你身份的一个行业里边，你会晋升的非常快，就是看你怎么去理解。你不一定要就是，哎呀，我就说，宝贝们，现在有谁就还想进国企的？就是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想进国企的？来，评论区里想进国企的请扣1来，评论区想进国企的请扣1来。好，想进国企的请扣1。好，没事儿，大家踊跃表达来。就跟大家聊天嘛啊，不是给大家做什么培训之类的啊。想做国企的，我就想告诉你们一点，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是你想做国企啊。好，首先第一点啊，你们要清楚一点啊，同性恋想做国企，首先你幻想一下，你是个同性恋，你也不用幻想，你本来就是，你是个同性恋，然后呢，你要进国企。首先呢，你就得不断的考试，然后家里要有关系，然后就不断的就是要，反正我觉得进国企肯定就是比较难，然后你就要考试，要学习要很好，然后每天就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下，你要坚持几年，考上了之后就各种人脉关系，打点过后你进去了，你进去之后呢，你每天身边的朋友、伙伴、同事、家人都会盯着你。首先第一点，你不能像我们一样去 gay bar 了，你不能随便谈恋爱了，你分手你都不敢跟别人吵架了，你不敢跟别人发色色的小照片了，你不敢在社交平台上发自己的照片了，别人家里就得催婚，你的上级领导就得给你介绍对象，然后你每天都活得特别压抑。好，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的一个状态紧接着你会落实到实际的一个情况，别人都买车买房了，别人都开上那个豪车了，你1月3000、5000，福利待遇是好，1个月5000，一个月就5000、6000、7000、8000，人家挣2万。想出去旅个游吧，不行；想出去喝个酒吧，不行；想跟大家挥霍一下，不行，憋死你憋死你，真的。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好的？你想想，你是稳定了，你一辈子都稳定了。你们要思考一个东西，你是同性恋，你能稳定吗？你能过这种生活吗？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笑话就是一个所谓的国企的人跟别人约，他的那个聊天记录是这么说的：你好，我是国企单位的人，首先呢，我不能有开房记录，所以开房得你来开。第二点，我是国企，平时跟家里在一起，我没有油和套，这点得你出。第三点，我不能发照片的，因为我是国企单位，我不能让你留这个照片的。第四点，
分手了就是结束之后，咱俩要互相删掉彼此的联系方式和记录的，我不能留证据的。就你这样的，你说你活的就是你活的多憋屈啊！很好吃哎。有的人说这是段子，是段子，但是这是现实，真的是这样。下去溜一圈。真的是这样。不行，国企就是这样，你们觉得呢？对呀、公园嘛，我就说公园，我没说国企啊，就国企和公园其实都差不多啊。你看你怎么理解？所以就是，你享受安稳的情况下啊，其实你就要承担这些事情啊。你要能去，接受吧，谁说公园不能开放？能开放，能开放，看你敢不敢啊。主播是不是约到这样？我没有，我看的是段子，但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国企的人，确实也就是这样生活的，对。你认识好几个国企都没这样，我身边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是所以就是看你们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我一直都觉得同性恋太安稳，其实是一种束缚啊。同性恋太安稳是一种束缚啊，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你要有很多人他其实一开始他是不懂的啊。不安稳，你们能干什么呢？是啊，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思想的人就适合安稳，大学生什么也不对，有的人是这样啊。你像我就不喜欢安稳。对，这很多都不是你们想象那么好的。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生活就是你想干什么，你可以有选择性的去干啊，而且就是不必隐瞒，不必避讳，就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喜欢安稳，但是我不喜欢束缚，但我喜欢自由。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我喜欢安稳，但我不喜欢束缚，我喜欢自由。啥他妈都让你说了啊！只能说国企的，对。所以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自己的人生不如意，其实，或许你的人生其实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后面是家政吗？后面是大娘子。你才家政。但是没能力，哈哈，再卷研究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个更夸张。遛狗了吗？遛了。你啥时候遛的？遛完回来洗澡的，我都累得半死，给它洗的。你怎么？我都告诉你说先洗澡后遛，你让它干一干，现在都不干，它到时候起皮肤病又他妈花多少钱去治？等会儿你洗澡的时候给它吹一下可以吗？不可以。我好累。你累什么呀？回家洗个澡。那明天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去。不行，明天要去。要不然你就去遛，要不然我就。遛什么？背带洗了。对啊，你再去让它吹吹风。等会儿。要不然明天我就不去。你明天得去。
啊？等会儿吹，我吹一会儿我都热死了，你这狗，我都不用休息。对大娘子好凶，等读研究生，起码智商没问题，学习能力也可以。读研究生，我身边也那谁也是研究生哎。谁呀？不是，他不是啊，我记得他不是。很多人读到研究生都是一股死脑筋。你不是也是刚毕业吗？你干嘛瞧不起大学生？瞧不起研究生。瞧不起研究生。你知道有很多人是小孩儿，但是他不喜欢小孩儿，对。越努力负债越多，这个是真的啊。所以说这几年别折腾了，让自己少亏点。你连着蓝牙呢？读书对智商要求不高，所以刚才有人说我那个说我那个贬低大学生，我没贬低啊，我只是说在一个现象。小点声！你们这些大专生。老子是本科生。啊？老子是本科生。那你几岁上的学？你本科生？我都24了，本科结束。你22毕业的20，我本科还没毕业呢。晚读。我凶他了，怎么了？他喜欢。管个屁呀！他又不是你对象，他也看不上你。啊！你别管这事儿了啊！我对象。你对象的，我对象，哎，很多人就问我，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说啊，我对象我不了解，就是我很多的对象我很爱他，但是我都不知道他是赚多少钱干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没去关注。我关注他的赚多少钱，那一定是我在意这些东西。他学历高低跟我跟他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吗？我是按学历找的对象吗？你好，请问你是大专本科以上学历吗？啊，那咱俩不适合。难道我谈恋爱我就问别人的学历？我神经病啊！我能看到你的大专本科毕业证书吗？土木工程我不喜欢，我神经病，对吧？我从来我不在乎这些东西，包括就别人赚多少钱，我真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大概收入多少钱，好，那我知道了，好了，我知道了就可以了，不在乎这些东西啊，对。土木工程，我在举例，我没有讨厌土木工程，我觉得土木工程都是憨憨吧，就是铁憨憨。互联网公司等到35岁只有滴滴外卖的出路吗？那个陆勋加，你这叫什么勋？这桃啊？你叫什么桃啊？来，那个你叫什么桃？这个字我不认识。互联网等到35岁，什么？不回复我算了，就是，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20岁的时候，你不能看你30岁做什么，就是
你去想这些东西没用，能明白吗？就是你20岁的时候，你想30岁的东西，你是想象不到的，因为你这10年里边你会有怎样的际遇，包括这个社会会怎样的发展，包括就很多的一些东西，你想那些没必要。你要说你想1年后的事儿，我觉得可以，或者说你对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这1年你要去健身，我觉得这可以啊。你要说你什么20岁，你想30岁以后你要做什么，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就买房子。大家知道买房子有就是40年和70年的一个产权吗？有的人经常会说啊，你买个40年的产权，你可能人没死呢，你没地方那个住了怎么办？就是我对这种问题我非常的不理解，对，就是让我会觉得说他在搞什么？他说这个问题他干嘛啊？就说这个干嘛？就是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就是首先作为我来讲的话啊，首先作为我来讲的话，你看我现在34岁，我买了一个公寓是40年产权，然后呢，我可能大概70多岁，按照他的说法，我70多岁的时候，我就被赶出来了，我就没房子了。首先不说这个房子啊，它40年之后你还可以怎么操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40年之后你只有一套房子呀，你对象不能给你买一套吗？你不能靠自己骗2套吗？对不对？国家不能发一套吗？这个都有可能性。你干嘛就是说你30岁，就是你这一年你想30年后的事儿，想40年后的事儿，你这有很多际遇的，对，谁会去赶你呢？对的，就是那个傲娇也是，就是他活不到那个岁数啊。对，就是他不是说你看到了就看到了，不是那个意思。很多人真想的太死了，就包括刚才那个朋友，就是说什么啊，我到35岁之后，这个行业可能不适合了，是不是要去转行，怎么样？那请问就是据我所了解，因为我是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据我所了解，就是传媒行业、公关行业啊，无论说你的公司是做什么产品或者说什么方向的，但是我觉得像公关呐、包括那个什么策划呀，包括这一类的时尚行业啊，你不会一直在时尚行业扎根儿。但是据我身边的朋友，我看到的东西是，时尚的人也不会长久的去做这个行业，他们可能去通过工作上的累积之后，他们自己去成立公司，或者说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他们可能去发展到其他的专业啊。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是可以变化的啊。人这一辈子是可以变化的，不是说你找了这个工作，你这辈子你都不能辞职，或者说你都不可能辞职。你要知道，这个单位可能会裁你，也有可能你日后你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你把这个单位去掉了，你想那么久干什么？对，你想那么久干什么？其实就是会非常的一个没必要，没必要的一个事儿啊。刘老板找到幸福了。刘老板是谁？就我觉得他们看东西看得太，看人视频长大的。你看着我视频长大的，我也没姓过刘啊。我本姓不姓刘，我演的3个
角色也没有姓刘的，你是看着你家是那个是偷的网吗？你能看出我姓刘？我哪个角色姓刘？我想了半天，我哪个角色姓刘啊？啊，我有姓刘的角色吗？没有姓刘的角色，我本人也不姓刘。你看你不擦干净，他一直在那挠。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这要给他吹一吹。进来，过来，不洗澡，过来，给我拉屎，拉屎，过来。姓百里，去吧，吹吹毛，吹吹毛去吧。来，过来，过来来，陪我，进来，过来。去啊。走，还得我过来接你，走，拉屎。拽着他走了。走。他不会咬人。我知道他不会，他重。哎呀！进去。啊。说明小大夫喜欢狗。他本来他也不讨厌。啊，是的，就是开心最重要，而且就是有计划，也有计划的活着，就是那个计划不是说让你很吃力的活着，就是有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我觉得就好了。啊，每天进步一点，就是每一年你都要看到自己的变化，这就很好。就是不用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但是要去进步，我觉得这很重要啊。02年、89年、02年，很嫩哦。想明天能干了。我现在，你知道就是，就我最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评论嘛，就是说，就是那些努力的人都亏了。就是那些努力拼搏的人都亏了，相反的，就是这些追求平稳的人，他们没损失什么。对，就是，我确实能明显感觉到，就是确实，这几年是这样，是这样。但是你不后悔自己就是努力拼搏了嘛？你也不会就是说觉得不公平，相反的，就是会觉得说，还是要顺应这个时代吧。顺应这个时代就很正常。对。吹没吹干净啊？我过来看看，来，过来看看，来，宝宝，来来来。酒吧没关，酒吧关了，租金到期了，关了。就是那个房租到期了就关了。不赚钱，天天喝酒熬夜，操心。
还不如就是说躺平呢，真是这样。你是分手了吗？就是我发的朋友圈啊，不是我发的那个抖音，让很多人都误会了。但是，这个我也控制不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看待这个朋友圈，不是看到那个抖音的那个理解不同啊，没有。你现在在做什么事业？啥也没做。过来。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啊？没干啊，这都没干，肯定皮肤病。你再摸。那后边我告诉你，就这皮肤病就最严重，全是皮肤病。你到时候你得了，你看这白。再吹一会儿好不好？你要不你就带它溜一圈就好了，溜一圈就不用吹。那个洗了啊？背带洗了。洗了也没事啊，拿出来就给它拴上。那它背不是还是湿的吗？背是湿的无所谓，它主要是那边，那个大腿那边，因为它长期捂着，那里边都长那个斑。咱再吹吹好不好？咱再吹吹。走。对，现在就是适合摆烂，啊，适合摆烂。背是吹干了，你就屁屁，你屁屁刚刚坐着。走。140个人代购的差距，还是得挣钱，挣钱第一啊！行，你们怎么说怎么是，不用跟我探讨这个事儿啊。没，就是你们说的东西啊，就是每个人理解不同。这头发白的还真的挺夸张的，我是偶然间我就发现我头发白成这样。代沟太大了，这不是代沟，这是认知，跟代沟没关系。就是很多人就是经常，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跟我在讲说，哎，你应该怎么开酒吧，就跟我聊，就是开酒吧你要怎么做酒吧。然后我就说我说是吗？那个您是哪个酒吧的老板？他说我没做过酒吧。你知道没做过酒吧的人在跟我聊怎么做好酒吧，所以就是我经历了这种事情，我就不想跟大多数人聊了，就包括有很多人就是没拍过剧，他跟我说你的剧这儿不好那不好，我说那您拍过什么剧？他说我没拍过剧，我单纯的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剧，就是我不是说接受不了批评，我也不是说我就是很高冷怎么样，是我会觉得说我更愿意跟一些有过实战经验的人，就是我说什么他们能懂能交流的人。很多人都是纸上谈兵，或者说就是就是有一种就是看客的角度去跟你聊，然后实际上聊就是聊不到一起去，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困难的点。对，就是他都不知道，所以说我就不愿意去聊。对，你酒吧，你知道我其中有一个酒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我不是开过一家分店嘛，在龙华那个店，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关掉的，我也没说过，其实是因为相关部门，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那个店是在一个商场的负1层，它属于一个露天广场，那个商场吧，客流量还比较大。然后我当时我会觉得说，我要开到那个商场里边，就地点就比较好找。但是恰恰是因为我选了这个地点，导致我开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白天我们酒吧是不营业的，一到9点之后就会营业，9点之后营业，然后再加上我们是酒吧新开业，很多附近的 gay 那边附近的 gay 也比较多，就来我这边消费，消完费以后大家喝了酒然后大家又是同性恋，10点左右的时候大家喝多了在外边就是又亲又搂又抱的，
有的同性恋上了那个就是上了那个状态呀，就在厕所里边就在那块摸摸搜搜的，然后周围的商家和客户群体就反映，就说啊这个影响不好，一帮同性恋，然后怎么样，就把我们举报了，然后相关部门就找我们谈话。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就是需要我们打点，但后来是人家是单纯的从影响上来讲，人就说这个影响不好，就是说影响不好。那我们作为商家来讲的话，我们杜绝不了这种事儿啊，我们杜绝不了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客户就是说不能搂搂抱抱啊，不能在外边搂搂抱抱，我们作为商家我们要求不了。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就是相关部门要求就是他们不能说不能俩男的一起进，在我们酒吧喝酒不能俩男的一起进，不能全是男的。这对于我们这种酒吧就是就是会有一点点，我作为商家我不能要求这些东西。后来我就很为难，而且就是我就做不到，我就说算了吧。你要是生意不好的时候还行，你要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这些行为。后来我就关掉了，亏了100万，这个店我亏了100万。就我能理解相关部门，我也有苦难言，对，但是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人相关部门没为难我，人家就说的很现实，因为9、10点钟商场地段还有一些孩子的，你知道吗？还有一些孩子，那些未成年人看到这种现象，会不会给他们作为一些引导呢？对吧？那我就直接就亏了100万，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给你支个招，贴个牌，说360度摄像。So， 那个知晓你在说什么？360度摄像怎么了？你在想表达什么？那个知晓，给我支个招，你想表达什么？就什么？就是有了摄像头，然后他们怎么了？公共场合，所以呢，就是你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那个知晓你想表达什么？什么360度公共场合怎么了？怎么了？那公共场合俩男的在一起有错吗？公共场合同性恋那个就是在一起走有错吗？谁管你呀？是我们商家被束缚了，不是人家客户被束缚了，能懂吗？你在大街上你肯报，你俩男的肯报，这没关系，因为没有一个部门去管他们，但是有部门管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商家。就是孩子们，就是我就发现有些孩子就是理解能力和这个暧昧会收一收，暧昧会收一收，为什么要收呢？不是你们现在都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孩子们，就是你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觉得同性恋在就是大众场合做什么怎么样，那是他们的自由。
啊，那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没错。我们作为商家不能要求客户怎么样，人家客户就说你所有，我告诉你，所有的商家都会有监控，谁不知道有监控？你现在只要去一个公共场合，且是商家的，都会有监控，谁不知道有监控？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公共场合有监控吗？啊，人家没错。这回能明白吗？你们说什么啊？360度摄像，一个商场没有360度摄像吗？你们不懂吗？你们老家没有那个摄像什么怎么样？没有吗？肯定是有的呀，对吧？所以这100万亏的不冤，且呢我无能为力啊。就是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就眼睁睁的啊，罗湖那个有没有？没有，罗湖没有。告知有摄像头，他们就会收敛。哎呀，这个叫次世故人来，我都被你的评论，我就是搞得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人家并不会，因为人家没做错什么，能懂不？你他妈就是720度6840度，你就是全场直播，人家都不害怕，因为人家没做错，你吓唬不到别人，能懂吗？这是你的行为，人家敢在，你就想想一帮同性恋在大街上做什么事儿，别人瞎吗？别人没长眼睛，看他们做的时候，别人都把眼睛抠下来吗？他们也知道大街上有人，也会有人注视他们，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些东西，因为人家觉得没做错什么。其实我作为商家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顾客也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呀？是他们会对商铺有一些要求，这回能明白吗？哎呀妈，就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犯法，而且就是现在是，对吧？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社会啊，但是他会要求你啊，商家做什么啊，商家能做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商家啊，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在那样公共的场合里边，会对一些未成年人会有一些引导，包括有一些不支持同性恋的一些人，会对他们会有一些困扰，他们会觉得恶心，会觉得害怕，包括那个时候猴痘啊、艾滋啊，就这些东西，在直人的世界里边，他们会非常恐慌。那他们不会要求那帮人，他们会要求我作为一个商家，你不要提供一个聚众的一个场合。就这相关部门也没错，他们也没错，错的是我们关了，就这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我也没纠结，我也没纠结，就说好，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关，马上关，不要犹豫，你越犹豫亏的越多，就这么简单。100万不能躺平，是啊，我就说嘛，就是努力的人可能会失去的更多，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你为什么把小大夫的车卖了，怎么样？我给小大夫解释的，我说小大夫，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因为现在的一个疫情，都会对自己的经济很受影响，包括他们会卖房卖车，
包括每个人思想压力很大，有的跳楼了，有的自杀了，有的怎么样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受到波及。凭什么你能全身而退呢？对，我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你老公赔了多少钱，然后你每天不用工作，然后天天开着30万的小车在那块逍遥自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这不是。我觉得真正的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年纪，你跟你的收入做匹配，你获得的东西，你自己能驾驭得了。如果说我们不卖车，我不把他的车卖掉，那他的贷款谁来还呢？他的贷款谁来还呢？他有没有能力去还这个贷款？他的生活成本是不是增大了？我们卖完车以后，他能把贷款全还完了，只不过他就损失了一个车。但这个车本身来讲的话，这也不是他年纪该开这么贵的车，这回能明白吗？就是相比我亏了100万，他损失了一辆车，他没损失什么，但我亏了100万是真的亏了100万。而且其实我亏的钱不只是这100万。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啊，谁又能全身而退呢？现金这个，我觉得大家能安稳的，能有饭吃，有地方住，我觉得很幸福啦。怎么会就是你知道不做生意的人都会觉得说，一个老板啊，做一个老板都会很牛逼啊，他是2个店的老板，他应该很牛逼很风光的。但你就别说我这个店了，你就说肯德基关了多少海底捞关了多少这个什么，就是各种大企业，人家都在亏钱，都在裁员，都在关闭门店，只是你们不了解而已。做实体就是这样，现在所有的实体行业都是非常惨淡的一个状态，不是说你们看到的，因为你们看不到你们看不到，因为你们不了解。但真正了解这个所谓的做实体的人都知道，现在所有的实体行业都是在亏钱亏得多亏得少而已你有没有就是你没有了解这些东西。因为那些倒闭的你是看不到的，你看到的只是那些活在市面上的东西。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我不后悔啊，我觉得就这个不是嘴硬，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亏钱了和你没钱是2回事儿。就你们能懂吗？就一个人亏钱了和你没钱是2回事儿。就是你有钱你亏了虽然说是有一点点心疼，但是你是爽的。对，你是爽的，就是你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你为了你的事业心，你的梦想，你一步步在发展，可能就是发展的不好。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必修课必须经过的一个路。但你只要经历了，我觉得就是会，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你要不经历这个事情，你会庆幸怎么样？那个庆幸是假的
因为你不懂，对，你不懂，对。没分手，几年了，当花了。对，就是我还是我，就说实在的，我今年34岁，我觉得我从14岁步入社会以后，这20年我是14岁步入社会，然后现在34岁，我这20年我觉得我过得非常的精彩，且有意义，不后悔，就是非常有趣的人生。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人生最不开心的，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以及读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状态我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的，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咱们就是没有思想，稍微大一点有思想的话，因为你没有钱，你就会被家人所控制。上学的时候，你依然被家里人控制，然后只有你冲破这个束缚，然后你到社会上，哪怕你吃了很多苦，但是你就是冲破那种束缚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虽然说过得很不好，但是你是自由的，你的精神是自由的，能明白吗？就是你的精神是非常自由的。吃了多少苦，你都会觉得那个是自由的风，然后是整个的一个就是你向往的那种方向，就是你一定是会，那个方向是你能透过气且有希望的。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14岁之前，家里条件又不好，然后家里给予的期许又很大，然后自己交学费的时候都交不起，受人白眼，老师会因为收学费收不起，然后会让你罚站，然后因为你家里条件比较不好，然后你会很负罪感，然后就是在前行，然后你会很累，你考试考不好，你会非常非常难过，那个难过是窒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不是为了自己在学习，你为了家里就会说全家人的希望就看你的了，你不要给我丢人现眼，怎么样？你要好好的学习。我觉得那个是我不想去承受的东西。相反的，就是在社会上吃了再多的苦，哪怕我吃不上饭，伤心难过，我都觉得说那是我自己要经历的。对，就是你们不懂那种感觉，因为你们还没有脱离家庭。我14岁我就脱离家庭了，我就觉得真的很苦啊，那个孤独感，然后那个就是恐慌感，是你们体会不到的。但是，过了，就是你只要熬出来，那个自由的感觉真好。我是到25岁之后，我突然生活就完完全全就顺了，然后走入了自己想走的方向。我之前我就想着说我要去靠音乐赚钱，结果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我要去酒吧当歌手，然后直到我25岁，然后我在直播上我靠音乐，我靠唱歌去赚钱，然后我就赚了很多很多钱，就那个感觉不一样的。就是那些苦啊，就觉得就没那么苦啊。对啊，就是不是说励志，就是我真的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儿，但是就怕大家就是没有想法，就没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很恐怖。所以就是包括现在你看酒吧亏了这么多钱啊，怎么样的，我不会觉得怎么样，没有什么，亏就亏嘛，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亏了就亏了啊。
一点方向都没有。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行业，哪怕就是你赚不到钱，你都会觉得很开心。最怕的就是你在你不喜欢的专业里边，你又赚不到钱，然后你又不开心，你起码抓一样。你起码抓一样。特别是在你人生刚要开始的时候，就是你步入了自己的人生，这个时候你不怕错的，你要大胆一点，不要说你到了30多岁你才开始做自己，或者说40多岁你才开始做自己，那有点晚了。20多岁多好的年纪。我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不做酒吧了以后啊，我就想去那个密室逃脱，我就想面试那个就是 NPC， 就那种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密室逃脱那个情感本，就是那种密室逃脱要演技的。我说我一方面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另外一方面我喜欢表演，我就去面试。我就投简历，在那个什么无腰 job 什么老板什么什么什么boss 直聘，然后投简历，然后他跟我说不好意思，您不满足我们招聘 NPC 的条件。他说我们要求是26岁以下。他们说26岁以下卡颜，他们就是你26岁以下也可以卡颜，什么意思啊？你卡个屁呀你！这你卡颜，妈的，这卡颜。所以就是年轻有很多的选择。卡颜的意思就是对演员就是对一个人的颜值是有要求的，他是会卡着这个颜值。就比如说你这个人要长得就是足够好看，我们才会用，这叫卡颜。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形象不够好看，然后还老。对，多难受。头发白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白啊？就我也是偶然间，你看这个角度就是白的特别吓人。我都没注意这些东西。压力大不是压力大，我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头发白其实就是跟压力没关系，跟思想比较繁重有关系。也就是你事儿太多了啊。压力我觉得还好，我不觉得说很有压力，但是确实事儿多。就是你想想你做老板，你事儿能不多吗？你就是哪怕你是甩手掌柜的，你也操心。你像我们酒吧行业，我们不光是每天要面对员工、顾客，还有相关部门，每天熬夜，然后喝酒。对，我们每天的饭局，就是你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年纪的饭局都是在应酬，基本上，不是应酬的饭局很少。宝宝啊，放他们睡觉吧，他们明天要上班的。行吧。已经快2点了，1点半了。拜拜。这群人明天都要上班。拜拜。